都说母狗比不上宠物狗，只刻着流浪一辈子的命运。为了证明中华田园犬才是犬中真神，我加班猝死后重生成了一只5黑田园犬。在睁眼，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下，车门拉开，2个穿着脏兮兮工装的男人跳了下来，手里拿着带铁丝套圈的长杆。不好，是专业的。他们身上那股血腥味让我浑身毛都炸，源自骨髓的恐惧让我四肢发软。好，黑子，拦住那边，这狗看着肉食，能出20斤肉。出肉？老子是程序员，不是食材。我拼了命的狂奔，但那个叫黑子的男人并没有追我，而是熟练的掏出了弹弓，一颗钢珠擦着我的头皮飞奔，剧痛让我动作一滞。就这瞬间，冰冷的铁丝套圈已勒住我的脖子，强烈的窒息感袭来，前世猝死时的胸闷感再次降临。难道我刚重生就要再次落地成盒？妈的，劲儿还挺大！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走过来，一脚踹在我肚子上，剧痛让我蜷缩成一团。是个好串儿，看着像下斯犬的种。男人把我拖向面包车，这皮毛做个狗皮褥子正好。随后我被扔进一个生锈的铁笼子，哐当一声锁死。狭窄的空间里挤满了其他的狗，有的已经奄奄一息，有的在瑟瑟发抖，有的还在试图咬笼子。屎尿味、血腥味，还有那一股绝望到极点的死气，瞬间将我淹没。车子启动了，透过车窗，我最后看了一眼殡仪馆，还有张总那辆迈巴赫。车轮上我的尿迹还没干。再见了，贺强。从今天起，想活下去，得先学会怎么当好一条猛狗。我缩在角落，舔了舔肚子上的伤口，很疼，但让我清醒。我不能死，上辈子加班加到死，那是窝囊。这辈子要是被做成狗肉火锅，那就是笑话。我贺强，哪怕是变成狗，也要做那个咬碎命运咽喉的狗王。接下来，面包车颠簸了2分半时，我都快散架了。车厢里死气沉沉，除了几声哀鸣，别的狗都认命了，但我不一样。我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狗，我死死盯着笼子，粗铁丝焊的，锁扣就一个插销，还缠了圈铁丝，人3秒就能弄开，但对狗爪子来说，比登天还难。突然车停了，一阵更猛的颠簸，到了卸货。车门拉开，阳光刺眼，这是一个山沟里的废弃养猪场，围墙2米高，上面插满碎玻璃，院子里一股腥臭，地上泥土都是暗红色的。几个大汉开始拖笼子，汪汪汪！隔壁的黄狗狂叫，试图反抗。叫你妈！那个叫黑子的男人抄起铁管就堵进去，一声惨叫，黄狗瘫了，口鼻冒血。见此，我立刻夹紧尾巴，把头埋低，现在得装怂。这黑的挺老实。黑子瞥了我一眼，随手把我连笼子扔到墙角，留着晚上给刚哥下酒，肉嫩。我心里一沉，晚上太阳还在头顶，我最多还有4、5个钟头。笼子被摞起来，我在最下面。不好的是上面可能会漏尿，好的是这儿是视线死角。很快院子里开始磨刀烧水，那霍霍声听得我头皮发麻。我必须自救。我试着用爪子去勾插销，不行，用牙去够，但笼眼太小，根本伸不出去。难道真要变成一锅红烧肉了？我正绝望，忽然看见笼底有根锈断的铁丝，底部的焊点已经断开，尖头朝里翘着。有主意了，我忍着疼，用身体猛撞那断口，哐哐。那黑狗抽风呢？有人看过来，我立刻停下，趴在地上装死。吓傻了吧？等他转过头，我继续撞。终于，那铁丝弯了，露出个巴掌宽的缝，不够，还是出不去。我需要更大的外力，机会很快来了。黑子和光头男拎着酒坐在不远处喝上。今天货不错。光头男灌着酒说：“那德牧能卖个好价，那只黑的也不错。”黑子指指我，然而我的目标不是他们腰上的钥匙，而是他们脚边那把老虎钳，离我不到半米，只要拿到它，我就能撬开铁丝网。可怎么拿？直接够肯定被发现的乱起来。于是我看向上层的笼友，一只疯疯癫癫的泰迪，我猛地站起，对着他狂吼一声，泰迪瞬间炸毛，疯狂乱撞乱叫，这直接引发连锁反应，别的狗也跟着叫起来。妈的，吵死了！黑子站起来，抄起酒瓶就要砸，就现在！趁他起身瞬间，视线被挡住，我迅速伸出爪子，指甲勾住了老虎钳的手柄，一点点往回拖，哈！酒瓶砸在上层笼子上，玻璃渣混着泰迪吓出的尿，劈头盖脸淋了我一身。但我顾不上，老虎钳已经拖进笼子了，我背过身挡住，咬住老虎钳的一头，将另一头卡在铁丝网的断口处。杠杆原理，利弊越长越省力，我上辈子学的知识，这辈子救命。在我用尽全力下，嘎吱一声轻响，笼底被撬开个大洞，我嘴里全是铁锈和血雾，牙也快崩了。可我没急着出去，得等天色再暗点，或者他们在醉里。太阳西斜，那2人已经喝得面红耳赤。黑子摇摇晃晃走向墙角去撒尿，而光头趴在桌上，鼾声如雷。机会！我像泥鳅一样从破洞钻出，铁丝划过左耳，血立刻涌出来，但我没吭声。我没往大门跑，那是找死，而是冲向正在撒尿的黑子。他腰间挂着钥匙，我悄无声息摸到他身后，猛地跳起，一口咬住钥匙环，狠命一拽。哎呦，卧槽！黑子吓得一哆嗦，尿了一裤子。一落地，我骤然加快，叼着钥匙冲向后门，那是一个用来运垃圾的小铁门。随即把钥匙扔地上，用爪子疯狂地扒拉。哪一把？到底是哪一把？不料沉重的脚步声和铁管拖地声追来。光头，别睡了，抓住他，剥了他的皮！我急疯了，随便叼起一把最小的就往锁孔里塞。不对，再换！好，铁管砸在我身边墙上，碎石崩裂。去死！黑子扑了过来，千钧一发，我放弃开锁。门下方有块锈铁板，看着很薄，既然开不了，那就撞开。我退后2步，用尽全身力气猛撞上去，咚，撞得我头晕眼花，但铁板被撞开了一个角。然而黑子的大手已抓住我尾巴，给我回来！剧痛，尾巴像要被扯断。我猛地回头，对着黑子的手腕就是狠狠一砍。
他惨叫松手，我趁机把头钻进缝隙，拼命往外挤，胸腔像被压扁，皮开肉绽。弹出来了，外面是荒草野地，远处是深山。追我追，拿枪来！身后传来气急败坏的吼声，我头也不回朝山里狂奔，背像破风箱，四肢像灌了铅，但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。这一夜，我跑了整整30里路，直到瘫倒在一个山洞。此时，我缩成一团，冷得瑟瑟发抖，肚子也饿得胃液翻腾。突然，一只肥老鼠大摇大摆路。上辈子的我看到老鼠会尖叫跳开，但现在的我竟然流下了口水。那是肉，是活下去的希望。我本能的伏低身子，理智说：“贺强，你不能吃老鼠。”本能吼：“快动手，不然就饿死！”在老鼠停下的瞬间，我扑了出去。温热血腥味涌进嘴里时，我一阵恶心，随即是更强烈的满足。我吞着肉，眼泪流下来。至此，那个叫贺强的文明人彻底死了。活下来的是一条没有名字的野狗。我舔了舔爪子，眼神像夜色一样冰冷。第一关闯过去了，接下来我得在这林子里活出个样来。逃进深山的第3天，我的左耳伤口化脓了，左耳烂得像块烧红的烙铁，疼得钻心。更要命的是发烧，我感觉自己像团移动的火炭，呼出的气都烫。此刻我趴在老槐树下，眼前阵阵发黑，幻觉一个接一个，一会儿是前台的咖啡，一会儿是那只被我吃掉的老鼠在跳芭蕾舞。咕噜，肚子的雷鸣把我拉回现实。那只老鼠的热量早消耗殆尽，我尝试捕猎，却高估了自己，野鸡比我想的精明多了。昨天蹲了半天，只啃到一嘴肉，不行，我必须下山。再待山里，不是饿死就是伤口烂死。虽然山下有狗贩子、城管、势利，但也有抗生素、消炎药，还有垃圾桶里的剩饭。作为一直有尊严的重生狗，我曾定下底线，绝不翻垃圾桶。但饿到胃里冒酸水的时候，底线是可以灵活调整。正午，我拖着步子往山下挪，风里忽然飘来一股让我浑身一紧的味道，血腥味、汗味，还有狗群兴奋的荷尔蒙。汪汪汪！低吼和吠叫从山坳那边传来，不是瞎叫唤，是真正见过血的猎犬。我忍着疼，悄悄摸过去。荒草坡上，4条穿橙色战术背心的猎犬正围着一头100来斤的黑野猪。猪不大，但正是脾气最暴、冲劲最足的炮卵子。一个穿工装服的男人在旁边指挥：度高，压住头，青皮，朝后路，别硬顶。身边还跟着一个背着药箱的老头，是护农队。我心里一动，民间合法组织专处理毁庄稼的野兽，在这个世界，他们是狗界的正规军。如果能混进去，突然形势突变，那头野猪被逼急了，没溃反而利用地形一个回头杀，獠牙狠狠挑向叫青皮的猎犬。青皮闪避不及，惨叫后退，包围圈出现缺口，野猪极聪明，抓住机会四蹄生风，朝着缺口猛冲，方向正是下山必经的玉米地。一旦让他钻进去，再难抓捕，还可能伤到干活的农民。坏了，拦住他！男人急吼，但2条腿哪追得上？其余猎犬也慢了一拍，眼看野猪就要冲进玉米地。投名状来了！我从坡上盯着那头野猪，它跑的是直线，惯性大，转弯难，而它必经之路上有一块凸起岩石。就是现在，我调动仅存的所有力气，从高处猛冲下去，像颗黑炮弹。我没傻到去咬脖子，那地方皮太厚，我的目标是它的前腿关节。就在它冲过岩石的瞬间，我狠狠撞上它的左前腿，借着下冲的劲猛的一笔，野猪瞬间失去平衡，像个保龄球一样翻滚出去，肚皮朝天，喊叫连连。一击得手，我立刻松口跳步，绝不多留。前世打游戏的走位意识，这辈子用上。卧槽，哪来的狗？男人惊了，但他反应极快，趁野猪未起，几步冲上，轻刀精准刺入心脏位置，噗嗤，野猪抽搐几下不动了。那几条姗姗来迟的猎犬还围上来，对着尸体红嘴，而我已退到10米外的石头上，端端正正坐着，压住手，挺直背，平静地看着我。左耳还在流脓，但我眼神很稳，我在赌他是懂狗的行家。男人擦擦汗，把刀拔出来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宇哥，差点让他跑了，多亏这黑狗。背药箱的老头也过来了。哟，伤得不轻啊！叫宇哥的男人慢慢走近，在3米外蹲下，和我平视，这是表达善意的姿势。纯黑利耳是个好像。他盯着我的眼睛，刚才那一扑时机抓得比特种兵还准，这狗有点邪性。我看着他，轻轻摇了一下尾巴，幅度很小，友好但不过分。给口吃的，跟你混。宇哥似乎听懂，从兜里掏出一根火腿肠，拨开地骨。我没扑，而是慢慢凑过去，先嗅了嗅他的手背，然后才轻轻叼起，2、3口吞下，真香。左耳烂成这样，还能有这反应？老头仔细看了看，一定得治，不然废了。宇哥伸手想摸我的头，我犹豫了0.1秒，低下头让他摸。行，跟我回去。他的手很糙，声音很沉。老子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聪明的流浪狗，以后有我一口肉，就有你一口汤。我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，我站起来，跟在他身后，混进那几条猎犬中间。青皮带着点敌意冲我龇牙，我没理会。幼稚，以后大家都是同事，搞好关系很重要，但前提是你得有实力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我看着地上自己残缺的影子，知道这条烂命暂时是保住了。护农基地就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所废弃小学里，一进大门，消毒水、狗粮、机油还有汗味混在一起。操场改成了训练场，摆着独木桥、跳板，还有一堆我叫不出名的障碍设施。老吴，先给他处理伤口。宇哥把我领进医务室，现在的兽医站，我被他抱上冰凉的不锈钢台子，有点恐高，但强忍着没动。伤口是铁丝豁开的，烂得厉害。老吴戴上手套，拿起剪刀，得把烂肉剪掉再缝。宇哥，按稳了，这疼可够受。宇哥的大手按住了我的脖颈和后背，忍着点，黑子，想活就别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。来吧，上辈子做 PPT 改方案的痛苦我都忍了，这点肉体上的痛算什么？剪刀剪下去那一下，疼得我浑身发紧，像有根针直接扎进脑子里。但我死死咬住老吴塞过来的咬胶，一声没吭。嚯，真硬气！老吴停了手，一般狗早尿了，这
这货连哼都不哼。说了，他邪性。宇哥的声音里透着一丝赞赏。缝针更是折磨，麻药没多大用，针穿皮肉的感觉清清楚楚。我盯着天花板上的眉点，脑子里想着上辈子最痛苦的3件事：上班，早起为了上班，早睡为了早起上班。最后一针总算剪断了。成了。老吴往我耳朵上喷了些蓝药水，又给我套上个巨大的白色塑料圈，伊丽莎白圈。我晃了晃脑袋，看着视野边缘的大喇叭，心里一片悲凉。这造型太羞耻了。走，洗澡去，这一身馊味儿，跟刚从粪坑里捞出来似的。宇哥拍了拍我屁股，后院水池边，当温热的水淋在身上的时候，我感动的想哭。重生以来第一次这么干净。宇哥用的硫磺皂搓的粗暴，但管用，泡沫带走了厚厚的泥垢和血痂。是个公的。宇哥边搓边打量，这身板瘦是瘦了点，但骨架子大，这胸身肺活量指定好，是个苗子。被一个大老爷们这么评头论足，还搓洗关键部，作为人类灵魂的我，羞耻感炸了。我只能死死盯着墙角一只蜗牛，假装自己是块木头。很快洗完吹干，镜子里我焕然一新。虽然头上顶着个傻喇叭，耳朵缠着纱布，但那股精神气遮不住。这就是编制内的狗吗？果然气质都不一样了。晚饭时间到了，老吴端来个大不锈钢盆，不是我想象的硬狗粮，而是热气腾腾的特制饭，鸡架汤拌玉米面，无萝卜丁，还有几块诱人的猪肝。吃吧，新来的。我看着那盆饭，喉咙动了动。上辈子我挑3拣4，现在我的狗鼻子告诉我这是顶级美味。我把头埋进盆里，大口吞咽，鸡骨头的酥脆，猪肝的绵密，玉米面的香甜，在口腔里交织，真香定律，虽迟但到。这狗还没名字。老吴蹲在旁边抽烟，叫啥？大黑，黑子。太土。宇哥摇头，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。他来的像阵风，那是真的快，而且全身黑的跟炭似的。叫黑炭。我从饭盆里抬起头，冲老吴翻了个白眼。你才黑炭，你全家都黑炭。叫黑风吧。宇哥一锤定音。黑旋风李逵那个黑风够猛。黑风，我琢磨一下，有点中二，带点武侠味，总比旺财强。哇，准了。我叫一声，继续干饭，吃饱喝足。接下来该入职介绍。宇哥带我来到犬舍区，一排整齐的铁笼子，都是单间，正赶上放风，7、8条狗在院子里溜达。看见宇哥领着我这个带大喇叭的新面孔进，视线都集中过来。其中最扎眼的是一条白色的杜高犬，壮得像头牛，满身肌肉，脸上全是疤。它叫坦克，我在山上听宇哥喊过。坦克慢悠悠踱过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呼噜声，警告也是下马威。周围的狗都停下，等着看好戏。新来的都得被头狗教育，这是规矩。宇哥抱着胳膊站一边，不打算插手。狗有狗的规矩，人掺和反而坏事。坦克凑过来要吻我屁股，这是狗界的地位确认，强者吻弱者，弱者只能忍受，但我受不了。我是人哪个正经人见面先闻屁股的？就在坦克鼻子快碰到我的瞬间，我没退也没夹尾巴，反而猛一转身，用脖子上的耻辱圈当武器，狠狠铲了他下巴一下。哐！塑料圈撞肉，闷响。坦克一愣，没想到我这个病号敢反抗，还用这怪招。他怒了，张嘴要咬。坐下。我突然张嘴，发出一声短促有力且模仿宇哥训狗音调的叫声。坦克被这声吼得一激灵，条件反射压过了怒火，屁股不由自主地往下沉了沉，差点真坐下去。全场安静，所有狗都看傻了，我也愣了一下，没想到狐假虎威真管用。趁坦克还在发懵，我大摇大摆走到旁边树下，抬起后腿滋了一泡尿，而且我特意踮起脚尖，尿的比坦克流的标记高了2厘米。在狗界，尿得高就是老大。我放下腿，轻蔑地瞥了坦克一眼，转身走回宇哥脚边坐下，捂出舌头，露出个标志性憨笑。宇哥目睹了全过程，嘴角抽了抽，然后哈哈大笑。老吴，你看见没？这小子刚才是不是假传圣旨？他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还有这尿的，真他妈有志气。老吴也乐了。这狗成精了，坦克这回碰上硬茬了。坦克站在原地，看看自己被覆盖的标记，又看看得意洋洋的我，一脸怀疑狗生的表情，简直像你们手机列表中的第3个表情包。这一晚，我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单间，躺在铺着旧军大衣的木板床上，听着四周此起彼伏的呼噜声，我忍不住畅想未来。虽然成了狗，但这编制内的日子好像比想象中有意思。这里没有 KPI， 没有职场铺，只有最直接的强弱和最纯粹的搭档。但我知道安稳是暂时的，进了护农队，等着我的不是垃圾桶里的圣人，而是山里那些真正嗜血的野兽。这一刻，我身体里那点热血久违的烫了一下。晚安，黑风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。都说伤筋动骨100天，那是人的说法，对我这种吃着老吴特制10全大补狗饭的狗来说，恢复速度就像开了挂。半个月后，咔嚓一声，老吴剪开了我脖子上的耻辱圈，整个世界瞬间宽敞。我晃了晃脑袋，左耳缺了一块，但老吴说这叫破相免灾，看着更凶。黑风，从今天起你也得出早操了。宇哥一边系鞋带一边说，出早操，这是护农队雷打不动的规矩，每天清晨5点跑5公里，开头1公里我还凭着新鲜技能跟上，后面就不行了。领头的永远是重型坦克杜高犬，他就像不知疲倦的永动机，鼓着舌头稳稳跑在宇哥左侧，紧随其后的是青皮和2只太仓猎犬，而我一条大病初愈，上辈子还总坐着不动的前社畜，掉在队尾，肺都快炸了。坦克回头看我一眼，那眼神3分讥笑，3分凉薄，4分漫不经心。他故意放慢，等我气喘吁吁追上时，猛地加速，后腿扬起的沙腿正好护我一脸。呸！我吐掉沙子，这梁子结大了。回到基地，早饭时间，这是狗群阶级最分明的时候。等宇哥和老吴分好饭盆一走，丛林法则立刻生效。今天老吴心情好，每盆饭里都加了块带肉的大骨头。我刚要开动，一片巨大阴影照下，坦克站在我饭盆前，他的盆早就空了。这货吃东西是直接吞的。他低头盯着我的骨头，喉咙里滚出低吼。
后，背毛微微炸起，是要动手的信号。周围的青皮和太仓都停了嘴，默默退开。在狗界，头狗有绝对优先权，他要抢你就得让。如果是真土狗，这时候该加尾巴露肚皮了。但我看着坦克那张老子最大的胖子，心头火蹭的冒上来。上辈子被领导抢功劳，被甲方抢方案，现在做狗了，连口骨头都要被抢，忍不了。可我没傻到直接冲上去。我有人脑，有16年教育加多年职场经验，坦克比我重至少20斤，硬刚是找死。我要降维打击，玩阴的。就在坦克张嘴要伸进我饭盆的瞬间，我动了，我没护时，反而后退一步。坦克误以为我怂了，嘲讽更浓，放松警惕，低头就去叼骨头。就在他视线被饭盆挡住，重心前倾的刹那，我出击了，不咬脖子，不咬腿，我瞄准的是他后腿之间那2个晃晃悠悠、毫无防备的蛋蛋。对不住了，兄弟，兵不厌诈。我像毒蛇一样窜过去，找准角度，不轻不重。当然没真下死口，以后还得做同事。真咬飞了宇哥得把我皮，我只是用门牙精准的磕了一下，这就够了。一声凄厉到变调的惨叫撕破基地上空，那是种跨越物种，所有雄性都能共情的痛。坦克庞大身躯瞬间弹起，在空中抽搐着重重摔下，他夹紧后腿，眼泪鼻涕横流，嘴里发出小奶狗似的呜咽。周围狗全傻了，青皮嘴里的骨头掉地上都没发觉。趁坦克在地上打滚怀疑狗生，我慢悠悠走过去，把自己盆里的骨头叼回来，顺便把他盆里剩的肉渣也舔干净。然后我走到还在抽搐的坦克面前，居高临下，伸出爪子轻轻按在他头上，汪，服不服？坦克疼得灵魂出窍，哪敢反抗，哆哆嗦嗦趴着，露出肚皮。这一仗我赢得不光彩，但有用，这叫攻敌必救，弱点打击。等宇哥和老吴听到惨叫跑来，看到的是这幅景象：不可一世的杜高霸主坦克蜷在角落瑟瑟发抖，眼神空洞，而新来的瘦土狗黑风趴在场地中央优雅啃骨头，旁边青皮和太仓一脸崇拜地给他舔毛。这啥情况？老吴目瞪口呆，坦克被黑风打了，体重差1倍呀！宇哥皱眉检查坦克，发现除了蛋蛋有点红肿，身上没伤。他疑惑地看我，正好对上我那双无辜清澈的大眼睛。邪门！宇哥嘟囔，这黑风怕是个练家子。从那以后，基地格局变了，名义上坦克还是头狗，冲锋他排第一，但吃饭、睡觉、休息时，所有狗都会下意识看我的脸色。坦克成了我头号小弟，我一呲牙，他就夹紧后腿，满脸堆笑让出最好位置。但我没飘，我知道这地位是虚的，要在猎犬队站稳，靠的不是偷袭蛋蛋，是实打实的战绩。机会很快来了，3天后傍晚，一辆满身泥泞的50红光冲进基地，下来个满脸愁容的农民。哎，救命啊，张队长，那帮野猪又来了，昨晚拱了我2亩玉米地，今晚肯定还来。闻言，宇哥脸色一沉，踩灭烟头。老吴，拿装备，黑风、坦克、青皮上车。命令一下，基地气氛骤变。刚才还在晒太阳抓狮子的狗群瞬间炸毛，低吼兴奋，我也热血沸腾。终于要开工了，我跳上皮卡后头，风呼啸过，看着后退的基地，心里默念：贺强，别给重生者丢脸，今晚是你表演的时刻。皮卡在坑洼机耕道上狂飙，坦克兴奋的直哈气，口水甩我一脸。青皮沉稳些，一直盯着车外黑暗，不时抽动鼻子嗅闻。宇哥坐在驾驶室，对讲机里传来老吴的声音：根据老乡的情报，这群野猪大概有5、6头，领头的是个母猪，没看见那头独眼猪王。收到，只要不是那个老东西，咱们就能吃得下。宇哥声音很稳。没多久，车停玉米地边，熄火关灯，世界瞬间死寂，只有远处狗叫和虫鸣。下车，动作轻点。我们几条狗悄无声息跳下，空气潮湿闷热，混着泥土、玉米甜香，还有股隐约的骚臭味，野猪的体味。黑风，别乱跑，跟着坦克。宇哥边低声嘱咐，边检查手里的刀和强光手电。我翻个白眼，跟那傻大个，他不把我带沟里就不错了。我们潜伏在田埂草丛里，这一等就是2个小时。就在腿都要麻了的时候，一阵异响打破寂静，沙沙咔嚓咔嚓，这是秸秆被踩断咀嚼的声音。来了，距离不到50米，青皮率先低吼警戒，坦克早按捺不住，全身肌肉紧绷，喉咙发出引擎般的低吼。上！宇哥一声低喝，强光手电猛地打开，光柱撕裂黑暗，照亮前方。5头黑乎乎的野兽正聚在一起啃玉米，最大那头母猪像座小山，估计200斤，旁边有头半大公猪，也就是2猪，獠牙在灯光下泛寒光，强光一照，野猪群愣住，随即炸窝。哇！坦克一马当先，像颗白色鱼雷直冲那头最大的母猪。这货打架不讲策略，就一个字：忙。他扑上去咬母猪耳朵，却被母猪猛甩头，像破布娃娃一样甩飞出去，重重砸进玉米杆堆。坦克惨叫爬起再冲，但显然受了内伤，动作慢。另一边，青皮他们也陷入冷战。野猪皮糙肉厚，又裹着松脂泥巴，骨痛撕咬不破防，现场一片混乱，猪叫、狗吠、人吼混成一团。坦克别硬顶，游道。宇哥举着刀想冲，可玉米地太密，怕误伤狗，急得满头汗。这帮乌合之众，我看不下去，这就是缺乏战术的后果。我深吸气，发出重生后第一次指挥吼：汪汪汪！青皮左边，包抄。我的叫声短促尖锐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正和小野猪纠缠的青皮一愣，下意识按指令向左跳开。就在这瞬间，小野猪冲过他原本位置，
置，要是没躲开，肚子准备豁开口。有效，我继续发令，汪汪，太仓，咬后腿，别松口，汪呜，坦克，蠢货，别咬头，咬鼻子，咬他鼻子。下一秒我也冲进战场，但没像他们那样盲目死眼，我像幽灵在玉米杆间穿梭，利用体型小优势，灵活躲开野猪冲撞。我的目标是那头最有威胁的二猪，这货正追着宇哥，2根獠牙要是顶实，宇哥不死也惨。就在二猪低头要冲顶宇哥时，我从侧面阴影里杀出，我瞄准他后腿膝关节尾弯处，用尽全力，狠狠一口咬下，这一口咬断了他的肌腱。哦，二猪惨嚎，后腿一冲锋势头戛然而止，身体失衡向一侧歪倒。好机会！宇哥不愧是老猎人，瞬间抓住破绽，他一步上前，手中青刀带风，精准扎进二猪颈动脉，噗，滚烫猪血喷我一脸。二猪倒地疯狂抽搐，四蹄乱蹬，我依旧死死咬住他后腿不放，防他临死反扑。同时观察主战场，那边母猪见同伴倒下，发了狂，他不管不顾横冲直撞，把坦克撞得满地整牙，必须限制他。王全体攻下3路，我松开已断气的二猪，转身冲向母猪。听到我吼声，被打懵的坦克和青皮好像找到主心，他们不再试图咬母猪后脖子，开始围着转圈，钻透屁股和后腿，这就是狼群战术。母猪顾头不顾腚，转得晕头转向，我瞅准时机，助跑2步，踩着一根倒下的玉米杆高高跃起。这一次目标是他耳朵，但我不为咬伤，而为控制方向。我死死咬住母猪左耳，身体悬空，利用自身重量猛地下坠。200斤母猪被这突如其来重量带得头一偏，身体不由自主向左倾斜。坦克锁喉，我咬着肉含糊吼道：“其实不用我喊，坦克这次终于智商上线。他看到了母猪露出的喉咙下方那块相对柔软皮肤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坦克把刚才挨揍的怒火全发泄在这一口上，咔嚓，杜高拳恐怖咬合力此刻尽起，母猪喉管被锁死。战斗结束，几分钟后，玉米地恢复平静，只剩粗重喘息。我松开嘴，吐掉一嘴的猪毛和血水，趴地上大口喘气，真累，比改10个 PPT 都累。宇哥提着滴血的刀走来，先检查了下坦克，发现只是皮外伤，然后走到我面前，手电光照在我脸上。此刻的我满脸是血，左耳伤疤在光下格外狰狞，但眼神异常平静。宇哥蹲下，不顾我身上血污，一把抱住我头，用力揉搓我脖子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！他声音发颤，刚才我都看见了，是你指挥的，对不对？是你救了老子一命。老吴也提药箱过来。神啦！这黑风，刚才那叫声跟吹哨似的，指哪儿打哪儿。坦克这傻大个都听他的。坦克正趴旁边舔伤口，听到这话委屈哼哼2声，然后看我一眼。这一次他眼里没了不服，只有深深敬畏。他把头低下来，轻轻蹭了蹭我的肩膀，这是认可，是臣服。我没理他，用鼻子拱拱宇哥口袋。烟，我想抽根烟，刚才太刺激，得用尼古丁压压惊。宇哥愣一下，掏出根烟点燃，自己抽一口，然后竟鬼使神差递到我嘴边。想赔一根？他半开玩笑。我看着那烟，理智说狗不能抽，但我还是凑过去，深深吸了口2手烟，咳咳咳，真呛。宇哥和老吴大笑。这一刻，在这充满血腥味的玉米地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回程路上，我享受最高待遇，坐副驾驶，车兜里躺着2头大野猪，够全队吃好几顿的。宇哥一边开车一边哼小调，心情很好。我趴在车窗边看外面飞逝的夜景，路灯昏黄，远处城市灯火辉煌。那里有写字楼，有加班的社畜，有为5000块抚恤金勾心斗角的同事，而这里有兄弟，有肉吃，有生死与共的信任。我突然觉得当一条狗好像真的比当人要痛快很多。宇哥突然开口：“黑风，过几天市里有个警犬技能大比武，本来咱这种民间队没资格参加，但这次老朋友给了个名额。”他转过头看我，眼里有光。想不想去给咱土狗争口气，让那些吃皇粮的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战士？我耳朵动了动。警犬比武，切一群温室花朵。我看着车窗玻璃上倒映的狗脸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个类似人类冷笑的表情。王安排，前几天刚帮村里解决了野猪的事，老乡送了面锦旗，宇哥乐呵呵的把锦旗挂在狗舍的墙上，但我的不安感却越来越强。这副身体对天气变化很敏感，暴雨的凌晨，我被耳边的救伤痒醒。汪呜，隔壁笼子的坦克也醒，不安的转着圈。第二天天刚亮，一辆巡抚车冲进基地，来的是村支书和之前求助的老乡，两人脸色惨白，抖得像筛糠。张队长，出大事了！村支书声音发颤，老李头没了。宇哥手里的牙刷啪的掉在地上，野猪干的？是也不是？老乡哆嗦的比划着。昨天夜里雨大，老李头听见猪圈有动静，以为是贼，披着雨衣就出去了。结果今早一看，猪圈塌了，3头猪全死了，内脏都被掏空，而老李头人被挂在后山歪脖子树上。我浑身一冷，这不是普通野猪的行径，挂树是在示威，更是赤裸裸的挑衅。看见是什么东西了吗？宇哥脸色铁青，没看清，但脚印有这么大。村支书双手比了个骇人的圆，宇哥倒吸一口凉气，是独眼。空气瞬间凝固，老吴半狗饭的手停在半空，坦克不再转圈，连最愣的青皮也夹紧了尾巴。独眼猪王，这座山脉的梦魇，一头活了近20
20年，重近500斤的妖孽。收拾家伙，进山。宇哥声音很低，但字字砸在地上。到了现场，那股混合着腐烂与血腥的恶臭，让其他几条狗当场就吐了。泥地里巨大的蹄印，大的像铁锤砸出来，边缘裂着深纹。我强忍不适，走近观察。根据现场的情况，推算出他的体重绝对超过450斤，而且他懂得反侦查，不是走直线的兽头，而是专挑硬地走。追！宇哥咬牙道。呼吸间，我们追踪了5公里，进入一片灌木密林，视线极差。突然一阵风吹来，我浑身毛瞬间炸起，不对劲，风是从侧面来，可气味却从后面飘来。哇！回头，他在后面，我狂吼示警，但晚了。身后10米处的密草中，一座黑色肉山暴起，他竟绕了一个圈，在埋伏我们。轰隆！那东西像一辆黑色面包车，浑身鬃毛如钢针，左眼是恐怖的黑洞，右眼闪着红光，獠牙长如镰刀。首当其冲的坦克被他一指，像炮弹一样飞出去，砸断了一棵树，当场昏死。坦克！宇哥眼红了，举刀冲上。别去！老吴大喊。然而独眼根本不把人类放在眼里，对着宇哥就是一个上挑，太快了，这体型不该有这种速度。宇哥勉强闪避，大腿仍被獠牙刮过，滋啦，裤子被撕裂，血瞬间飙出。宇哥闷哼倒地，独眼掉头，准备用剑塔终结宇哥。这个时候我必须上了，宇哥要是死了，我的饭票就没了。我没扑向他，而是冲向他瞎掉的左侧，跳上岩石，对准他黑洞洞的眼眶，发出一声模仿警笛的高频尖叫。前世公司年会的口技竟用在这里。独眼浑身一震，停滞了半秒。跑，快带宇哥跑！我冲下傻了的老吴吼道。趁着空档，青皮和其他几条狗也反应过来，不敢真咬，只在周围疯狂吠叫骚扰。老吴连滚带爬拖走宇哥，独眼被我们这群苍蝇骚扰了，发出一声闷雷般的咆哮。他没恋战，似乎知道人类手里有能喷火的火枪，最后阴冷地看了我一眼，钻进密林消失了。回到基地，气氛降到冰点，坦克断了3根肋骨，内脏出血，送去了市里的宠物医院抢救，生死未卜。宇哥的大腿缝了18针，走路得拄拐。这一晚，我趴在狗舍门口看月亮，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无力。我以为有人的智慧就能降维打击，但独眼蛛网给了我一巴掌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小聪明一文不值，就像 PPT 里的笔，一戳就破。我的身体太弱了，作为下丝犬串主，耐力尚可，但咬合力、爆发力、抗击打能力和真正猛兽差太远。想起前世健身教练的话，肌肉是男人最好的外衣。现在我不只需要外衣，还需要铠甲。如果不变强，下次独眼再来，死的可能就是我。从第2天开始，我疯了。清晨5点，我就开始负重跑，用绳子拖着一个10斤的破轮胎在泥地里犁出深痕，爪子磨破了也感觉不到疼。跑完5公里，我接着练习扑咬、定点打击。我把破布挂在树干1.5米的高度，那是独眼颈动脉的位置。助跑、起跳、咬住、甩头、松口、落地，再来，反复1000次，以至于牙龈出血，满嘴铁锈味，后腿肌肉酸痛如烧。宇子，你来看，老吴声音发抖。这狗在练这玩意儿，你看他那动作是不是像电视里拳击手打沙袋？宇哥坐在轮椅上看着我，他知道那是仇人，他点了根烟，他在备战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找了块硬橡胶，像前世嚼口香糖，无时无刻不在嚼，来锻炼咬合力。下一次我必须一口咬断那触手的喉管。半个月后，我体型肉眼可见的变了，排骨胸变成隆起的胸大肌，四肢充满爆发力，眼神也多了沉冷的杀气。等坦克出院回来，刚看到我就下意识往后缩，他能感觉到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投机者，我是一把磨亮的刀。就在我以为日子将在魔鬼训练中度过时，一张红头文件打破了平静，全省警犬技能大比武。去吗？老吴问。宇哥看着正在拖着2个轮胎狂奔的我，去。他按灭烟头，带黑风去，让城里人看看咱山里的土狗是不是只会吃屎。我停下脚步。警犬比武，独眼的账先记着，去城里收割一波声望，顺便教教那帮编制犬什么叫真正的实战派。市巡抚局警犬训练基地。今天宇哥带着我开着那辆喇叭不响哪都响50红光去参加比武，一下车就感受到了阶级差距。哟，这不是老张吗？还真来了。一个穿制服的中年胖子牵着条德牧，语气讥诮。宇哥拄着拐，点点头。赵队既然邀请了，就来凑个热闹。凑热闹好啊。赵队瞥我一眼，这就是你们护农队的王牌。这是下丝犬还是串儿啊？怎么看着像刚从煤堆里刨出来的？周围一阵哄笑，那德牧也冲我叫了一声，中气十足却毫无杀气。我懒得理会，走到50红光轮胎边，抬腿滋了泡尿。嘿，这狗真没素质。赵队嫌弃的捂鼻子，我抖抖腿。素质，这是帮你们标记领地，省得待会儿输了找不到北。比赛很快开始，这次比武分3个项目：障碍穿越、气味探测、扑咬。第一项障碍穿越，清一色的名犬之后，轮到我。下一位护农队黑风。宇哥拍拍我，去吧，别丢人，按咱们平时练的。少想，我冲出，我没按常规翻那2米板墙，而是借力旁边的斜坡支架，侧身蹬墙，轻松翻滚，全场哗然。接下来的独木桥，我直接跑跳而过，总用时45秒，比最快的马犬还快13秒，全场死寂。我抖了抖毛，走回宇哥身边坐下。这算什么？我追野兔的地形比这复杂100倍。第2项气味探测，10个箱子藏1个样品，这不是我的强项，今天还有点疑似，但我有挂。我进场，先绕场跑1圈，眼睛盯着放置样本的年轻教官。当我发现有狗接近7号箱时，他瞳孔会微微收缩，手指下意识会捏紧裤缝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我装模作样闻了几个箱子，到7号箱前直接坐下示警。哇，就是这个，别装了。裁判愣住，这么快都没闻？赵队冷笑。
效。蒙的吧？箱子打开，样品袋赫然在内，中了！全场再次哗然。宇哥立刻装出高深样，这是我们独特的训练法，心眼合一。我在心里翻白眼，神个屁的心眼合一，这是智商碾压。第3项扑咬，驻训员穿着后防护服，甩着鞭子挑衅。轮到我了，他轻视地把护臂送到我面前，我没动，冷冷看他。只有傻狗才会咬猎物主动递来的东西。我突然启动假动作，晃步护臂，矮身钻到他胯下，一口咬住他裤腿的魔术贴搭口，猛地后扯加旋转，刺了！驻训员重心被迫，仰面摔倒。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我立刻松口跳上他胸口，增白牙齿抵住他喉咙，防护最薄弱处。然后喉咙发出低沉的轰鸣，驻训员鞭子掉落，冷汗直流。停！满分！裁判急忙吹哨，我收回獠牙，跳下，用尾巴扫了扫他胸口灰，走回宇哥身边。全场鸦雀无声。好几秒后，赵队干涩开口：“老张，你这狗卖吗？局里出5万。5万，我前世抚恤金才5000。”宇哥笑了，摸摸我的头：“不卖，给50万也不卖。”他看着我说：“他是我的战友，不是畜生。”我蹭蹭他手心，算你识相。比武结束，毫无悬念，我是冠军。我赢了一大袋进口狗粮和所有警犬的禁日。回程路上，宇哥把特邀优胜奖奖牌挂在后视镜上。黑风，今儿真给脸，晚上回去给你加鸡腿。我趴车窗边看城市霓虹远去，爽吗？爽。但我知道这只是热身，真正的战场在那片漆黑的深山，那头独眼猪王还在等着我。我摸了摸左耳的伤疤，等着吧，老子练级回来了。比武大赛的后续效应比我想象的要疯狂得多。我成了网红狗，负责拍摄的女同志将我在赛场上的视频剪辑后，再配上一首乱世巨星的 BGM， 视频一夜之间火了，点赞量突破了200万。为此我被称作战术大师，也让宇哥那破手机被私信卡死。刚开始宇哥还挺乐呵，毕竟直播能给队里赚点经费。老吴甚至给我套上糊弄一哥马甲，搞起吃播。来，黑风，给家人们笑一个。老吴举着手机，我忍辱负重的配合，面无表情的咧了咧嘴，弹幕瞬间刷屏。他笑了，他在嘲讽我。然而流量也带来了麻烦。这天下午，一辆宾利天悦停在我们破小学门口，香奈儿贵妇抱着泰迪下车，司机提着手提箱。是这只狗吗？他挑剔的打量我，看着也没视频里那么精神嘛，还有点脏。我正啃玉米棒，翻了个白眼。张队长是吧？这个我买了，给我们家公主作伴。他示意司机开箱，露出一叠钞票，20万，够你们几年开销。闻言，宇哥擦刀的手一顿，老吴眼睛直了。女士，黑风是我们的队员，不卖。30万一只土狗而已。他蹲下，递来顶级鹿肉干。乖狗狗，跟我回家享福。我看着肉干，又看看钱，我心动了。上辈子卷生卷死，不就图这个？一步登天，退休享福，不用再面对野猪王。我看向宇哥，他低头擦刀，指节发白。他又把选择权交给了我。黑风，如果你想去，我不拦着，那是好日子。他声音沙哑，我看着他的白发，他的伤腿，看看狗舍里的坦克和轻皮。这里很破，很穷，但有尊严。走了，我就是宠物，是网红挂件。留下，我是战士，是兄弟。前世为人折腰，猝死收场，今生为狗，还要重蹈覆辙吗？我站起来，贵妇露出胜利的微笑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没接鹿肉干，气沉丹田，把嘴里嚼烂的玉米渣吐在他昂贵的高跟鞋上，然后转身大摇大摆走回宇哥身边坐下，把头靠在他膝盖上。哇，老东西想赶我走，没门！贵妇的脸瞬间绿了，不知好歹的畜生！送客，快！宇哥站了起来，拔刀归鞘，杀气凛冽，宾利车只能灰溜溜开走了。对此，老吴心疼拍腿：30万啊，被你一口玉米渣吐没了。宇哥的手在抖，用力揉我脑袋。傻狗！他笑骂，眼圈发红。既然不走，那就准备拼命吧。当晚，宇哥把我和坦克叫到仓库，桌上摊着图纸和一堆材料，废旧防爆轮胎、海弗拉纤维布、钢丝网。独眼又出来活动了。宇哥的脸色凝重。隔壁县猎狗全军覆没，那家伙记仇，迟早会找上咱们。随即他拿起剪刀比划。黑风速度快，但皮薄，一旦被獠牙挂住，必死。因此接下来3天，宇哥不眠不休。当那件成品摆在我面前时，我惊呆了。外层是处理过的轮胎橡胶，韧性极强，能划开獠牙的穿刺。中间夹着2层加凯夫拉，内层是透气棉垫。最绝的是脖梗处，钢丝网和皮革做成宽大项圈，钉满一圈向外短钢钉，这叫狼牙圈，是专门防锁喉的。试试。宇哥帮我穿上战甲，有点沉，但贴合，完全不影响关节活动。我走到镜前，镜中不再是那只土狗，而是武装到牙齿的黑色杀戮机器，钢钉寒光闪烁，甲胄充满工业朋克的美感。还有这个，老吴拿来微型摄像头，卡在我背带上，行车记录仪改的，能实时回传。黑风，这次你是侦察兵，也是突击手。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突然觉得那30万算个屁，这才是男人的浪漫，这才是狗生的巅峰。汪呜！我仰天长啸。独眼猪王，你爷爷我装备升级了，这次咱们不死不休。今年冬天来得早，由于山里食物匮乏，这段时间是野猪最疯狂的时候。这天深夜，隔壁村燃起烽火，特大险情的暗号：全队集合。宇哥的声音在寒风里显得格外冷硬，没有战前动员，人和狗全部沉默地跳上车。大家都知道这是场硬仗。随着车进山，雾越来越重，泛着黄，有腐烂和硫磺味。有点不对劲。
近。老吴看着窗外，眉头紧锁。这片林子太安静了，确实死寂一片。车到半山腰，没路了。宇哥停好车，看了看 GPS 定位，前面是鬼哭沟，独眼的老巢就在这一带。下车，不行，黑风前面探路，坦克左翼掩护，其他人跟紧我。宇哥低声下令。闻言，我打开摄像头，率先钻进雾里。路非常难走，我无声地踩过湿滑苔藓，走了几百米，我停下。前面泥地上散落着半截玉米和几个烂红薯，沿着一条小径延伸进雾里。诱饵，野猪会设陷阱，这特么成精也要有个限度吧？我凑近闻了闻，只有浓烈的野猪尿骚味，这是在诱敌深入。我回头冲宇哥摇了摇头，宇哥立刻明白有诈，大家小心。我们绕开小径，爬上侧面陡坡。就刚上坡的一瞬间，下方山谷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轰隆隆，几块巨石从对面山崖滚落，正好砸在我们刚避开的小径上。老吴吓得脸都白了。这是意外还是？不是意外。宇哥声音冷得掉渣，那是推下来的。我抬头看向对面的山崖，雾中有几个黑影闪过，这就是有组织的伏击。他知道我们来了。宇哥拉动枪栓，他在跟我们玩猫捉老鼠。我们继续推进，雾气里像有无数眼睛盯着。突然，队尾的青皮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汪！声音戛然而止。青皮，你……宇哥猛回头，身后空空如也，只有晃动的灌木。消失了。老吴声音发颤。怎么可能？一点声音都没有！我瞬间炸毛，无声无息拖走一条60斤重的昆明犬。快，在那里！坦克朝左侧密林狂吠，我们立马追过去，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青皮，但他被藤蔓缠住后头，倒吊在树杈上，嘴里还塞满了带刺的苍耳。这是一种羞辱，也是一种恐吓。把青皮放下来后，他浑身发抖，眼神涣散。队长，这仗没法打。老吴擦汗。我们在明，他在暗，这哪里是打猎，这是送死。宇哥沉默片刻，现在撤，他会尾随下山，到时候村子就遭殃了。他就是要在这林子里把我们一个个玩死。那怎么办？宇哥看向我，我也在想，必须引他出来。要想破局，必须把他引出来。但是怎么引？常规的诱饵他肯定不吃，他想要的是杀戮的快感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散些雾，前面出现一个巨大泥潭，潭中巨石上插着我们丢失的青刀，还挂着上次一条牺牲猎犬的破烂背心。这是战书，他在泥潭里等我们。他是想在泥潭里决战。宇哥看穿了，在泥里，我们的速度优势全废，而他是2栖坦克，这是阳谋。不去，他就躲着偷袭；去，就是他的主场。王，我去，我站出来。宇哥看着我。黑风，那里是死地。我摇了摇尾巴。我知道，但我全队唯一一个穿了防弹衣的，也有脑子。泥潭虽然限制速度，也限制了他的冲撞。我转头对坦克低吼：汪汪！大个子，待会儿看我眼色行事。坦克点了点头。我深吸一口气后走向泥潭，泥浆冰冷粘稠，没过脚踝。走到中央时，雾更浓了，咕哧咕哧，沉重的呼吸声从四面传来。雾中亮起一双双红眼，足足7、8头野猪围住了泥潭。正前方，庞大的身影浮现，独眼猪王，它更大了，松脂盔甲厚如岩石，独眼闪着斜光。他傲慢地看着我，像在检阅。他在等我的队友冲进来救，准备围点打援，但我没慌。我知道你在等什么，可惜你算错了。我背上摄像头红灯闪烁，耳机里传来宇哥冷静的声音：黑风，距离50米，风向东南，修正完毕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微不可察的点头。下一秒，独眼猪王发出咆哮，7、8头野猪同时冲锋，大战爆发，泥浆四溅，7、8头野猪从四面冲来。黑风，低头！耳机里宇哥怒吼，我立刻埋头贴地，砰砰，2只麻醉飞镖精准命中最前面的2头野猪的脖子上，它们相撞，包围圈开了口，好机会！我4肢蹬地，身体贴着泥浆滑了出去。哇！坦克顶住左边，坦克发狠咬住一头野猪耳，死不松口，2只后腿还在疯狂地蹬那头猪的眼睛，其他几条太仓猎犬也杀红了眼，专门钻到野猪肚子底下掏肛，场面相当混乱，但真正的威胁还没动。独眼猪王像黑色雕像立在中央，独那只眼死死锁着我，他在等我力竭或露出破绽，他不上当，他知道宇哥有枪。妈的，这畜生成精了！宇哥骂道：老吴，给我装填，必须逼他出手。我从泥里探出头，甩掉烂泥，做了一个人类才会做的动作，我冲他竖起了，虽然狗爪子竖不了中指，但我冲他吐出了舌头，并且疯狂摇晃屁股，汪汪汪！独眼龙，你老婆做成红烧肉真香，你儿子被我吃了。果然，独眼的那只独眼瞬间充血变紫，他被激怒了。后，他撞开挡路的小弟，向黑色陨石直冲而来，50米、30米，他的速度太快，在泥里如履平地。黑风，快跑！宇哥声音变了调，我没跑，我知道跑不过，我在等10米、5米，就是现在。他低下头，獠牙如弯刀挑来，我反而迎上，在碰撞前一瞬，我4肢猛地收缩，身体像一个球一样滚向他的前蹄之间，吱嘎，獠牙狠狠铲过我背上的黑胶战子，划开了。与此同时，我趁机钻到他身下，对准那最柔软的肚皮狠咬下去，噗嗤，鲜血狂飙。独眼发出惊天惨叫，这一口咬断了他某根重要的穴位，甚至可能爆头了。剧痛让他疯狂跳跃踩踏，最后一脚踢中我肋部，咔嚓，我听见骨头断裂的声音，剧痛几乎让我昏厥，但我死死咬住不放。我去，黑风！宇哥冲下来，扔了麻醉枪，拔出那把青刀，疯子一样冲进泥潭，老子弄死你！他一刀扎在独眼屁股上，不料独眼吃痛，猛地一个神龙摆尾，400斤的躯体撞在宇哥身上，宇哥就像个断线的风筝飞了出去，重重砸在一块石头上，不动。宇哥看着血泊中的宇哥，我脑子里那根理智弦断了。去你妈的！
战术，去你妈的诱饵！我松口，趁机跳上他的背，就像骑牛一样，四只爪子深深地扣进鬃毛，死死抱住他脖子，独眼疯狂甩动，把我撞向树干。砰砰！我的身体一次次撞在树干上，五脏六腑都要移位，但我就是不松爪，不仅不松手，我还要给他最后的一击。我顺着脖子前爬，冒险将头探到他右脸侧，他察觉到了我的意图，疯狂晃头，可我还是抓住了那0.1秒机会，伸出魔力的爪子，对着他仅存的右眼狠狠抠下。噗！眼球爆裂，他的世界彻底黑了。双目失明的猪王发出绝望嚎叫，他看不见路了，只能凭着本能向前狂奔。而他的正前方是鬼哭沟的悬崖，这是我早就看好的地形。我死死抓着他的鬃毛，风在耳边呼啸：50米、20米、10米。在边缘的乱石前，我用尽最后力气，后腿在他背上一蹬，向侧后方滚去。噗！惯性带着他庞大的身躯冲出悬崖，惨叫声回荡，最终传来闷响。世界安静了，我躺在悬崖边的乱石堆里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远处传来老吴的哭喊：鱼子、黑风，你们别吓我呀！我艰难转头，只见宇哥正扶着石头，满脸是血，慢慢站起。他看见了我，那铁塔般的汉子扔掉刀，一瘸一拐跑来，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把我抱进怀里。傻狗，傻狗！他的眼泪滴在我鼻子上，滚烫滚烫的。我想安慰他一句，告诉他老子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但张嘴只发出极微弱的一声汪，下班了。然后黑暗吞没了一切，我做了个很长的梦，梦见自己还是那个叫贺强的社畜，在写字楼里对着永远优化不完的 PPT， 被老板指着鼻子骂。忽然，老板的脸变成了流口水的猪头。我去！我吓得一激灵，醒了，入眼是一片洁白，还有一张放大的长满胡茬的老脸凑在眼前。醒了，鱼子，黑风醒了！老吴的破锣嗓子震得我脑仁疼，我想动，却发现自己被缠成了粽子，全身缠满绷带，甚至左腿还打了石膏吊着。这里是医院，我想叫一声，却发现喉咙干得冒烟，只能发出嗨嗨的声音。水，快拿水！吸管递到嘴边，我贪婪的吮吸着。别急，慢点喝。是宇哥，我转动眼珠，看到他坐在轮椅上，头缠纱布，一条腿也打着石膏，正一脸慈爱或者说傻笑的看着我。这画面真是一对难兄难弟。这回咱们算是出名了。他把手机屏幕凑过来，看看，全网都在给你祈福。画面里是我们被担架抬下山的回放，评论区一片哭嚎与祈福。然后他划了一下屏幕，展示一个众筹页面。看见没？网友自发给你筹的医药费和营养费已经50万了。市里领导也来了，说要给咱们队记集体1等功，还要给咱们修新基地。50万，上次那富婆出30万买我没干，这次拼了半条命换来50万给队里，这买卖值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过上了真正的狗生巅峰，住 VIP 单间，每天有漂亮的小护士温柔照料，还会用那种极其温柔的声音叫我黑风宝宝。老吴更是天天用电磁炉给我熬汤，鲫鱼汤、鸽子汤、甲鱼汤轮着来。多喝点儿，吃哪儿补哪儿。他一边喂我一边念叨：你断了3根肋骨，左腿粉碎性骨折，内脏也有震荡。医生说，要不是你那身橡胶甲，早成肉泥了。我喝着汤，看窗外车水马龙。上辈子的我，这时该挤地铁筹全勤，而现在我躺着被人伺候。独眼猪王要是知道他的命换来了我的带薪休假，估计能气活过来。住院第2周，坦克来看我了，他伤好多了，趴在床沿，用大脑袋蹭我的爪。汪呜，老大，我想你了，基地没你，饭都不香了。我费力的抬起前爪，拍拍他的头。汪，乖，等哥回去带你飞。那晚宇哥没走，加了张折叠床睡在旁边。夜深人静，黑风睡了吗？宇哥突然开口，我哼唧了一声。其实我有件事一直没跟你说。他翻了个身，看着天花板。把你带回来那天，我其实刚办完离婚手续。我耳朵动了动。他嫌我没出息，整天跟狗混在一起，没钱没前途。他自嘲的笑了笑。我也觉得我挺失败的，退伍这么多年，除了一身伤，啥也没落下。下一秒，他伸手握住我的爪子。但那天在悬崖边，看着你为了救我不要命的往猪身上跳，我突然觉得值了。人这辈子能有个过命的兄弟，不管是人是狗都值了。黑风，谢谢你。我心里某个地方被触动了。前世那些兄弟在利益面前薄如纸，在这个男人眼里，我是狗，也是他最信任的战友。我凑过去舔了舔他长满茧的手心。那一刻，我做了决定。贺强已经死了，死在了心肌梗塞的夜晚。现在活着的是黑风，是王牌猎犬，是宇哥的兄弟，是护农战神。我不再怀念做人的日子，做人太累，心思太杂，做条好狗挺好。爱憎分明，饿了吃肉，困了睡觉。早点睡吧，宇哥。我在心里说，等你腿好了，咱们还得去修新基地呢。我得去撒尿，圈个好地盘。月光洒进病房，岁月静好，但无常才是常态。这天，老吴念新闻时，我听到邻省发生了6.8级地震，护农队的群里已经在讨论要不要转为救援梯队去支援了。我的鼻子抽动了2下，隐约闻到废墟与死亡的味道，也是奇迹的味道。看来带薪休假要提前结束了。我的带薪休假提前结束，以一种惨烈的方式。这天下午，老吴正要喂我喝鱼汤，电视里突然插播紧急新闻：邻省汶川方向发生特大地震。画面切到了现场，简直是人间炼狱。啪嗒，老吴手里的碗摔碎了，他愣在原地，喃喃道：完了，那是震中，那是宇子的老连队驻地。宇哥拄拐冲进来，脸色铁青，他没说话，死死盯着屏幕。他攥着的手机屏幕裂了，所有通讯都断了。收拾东西，出院。他声音沙哑，
可是黑风的腿。护士小妹想来，他是条狗，更是个兵。宇哥看向我，黑风能走吗？我看着他那双通红的眼睛，我知道如果我说不，这辈子都会瞧不起自己。我咬着牙，用打着石膏的后腿撑起身子，颤巍巍站起来。往走！我咬断输液管，吐掉针头。1小时后，武林红光再次咆哮上路。这次车斗里没有野猪，而是塞满了矿泉水、方便面和修不好的战术背心。高速公路上，所有收费站敞开一辆辆贴着抗震救灾标语的军车、消防车、私家车汇成了一条钢铁洪流。宇哥把油门踩进了油箱里，平时这破车跑80都发飘，今天硬是被他开到了快120。我和坦克挤在后斗，寒风呼啸，坦克紧贴着我，动物的本能让他不安。空气中有种奇怪的震动，来自大地深处，越靠近灾区，那种压抑感越强。空气中弥漫着石灰、煤气和各种生物开始腐烂的甜腥味。第二天凌晨，我们到达灾区边缘，路断了，车进不去了。宇哥跳下车，拍拍我的头。黑风，坦克，接下来得靠腿了。我们在一片瓦砾场前停下，原本是个镇子，现场有很多救援队，我们这支农民工救援队格格不入。这哪来的土狗？别添乱！一个拿指挥旗的队长皱眉道：“这里情况复杂，土狗没经过专业训练，进去就是送死，还会干扰搜救犬工作。”宇哥没争辩，默默给我们穿上背心。他们不是土狗，是猎犬。宇哥淡淡说：“山里找野猪，他们没空军过，找人一样。”话虽这么说，但我心里其实没底。猎犬的底层逻辑是杀戮，而搜救犬是救人。我转头看了看坦克，这货正对着一块水泥板流口水，估计是闻到了下面有什么好吃的。坦克，把那股子馋劲儿给我收起来！我冲他低吼：“今天咱们救人，谁要是敢冲着幸存者呲牙，老子废了他！”坦克委屈的呜咽，夹紧了尾巴。行动！我们分散进入废墟，我的鼻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，无数种气味像针一样扎进来，要在这种气味风暴中分辨活人气息，难如登天。但我有优势，我是人，我懂建筑结构，懂人类的求生心理。我站在一堆废墟的最高处，观察一栋倒塌的6层小楼，它向南倾倒，3楼和4楼之间形成了一个黄金三角，是幸存几率最大的地方，而且那里是卫生间和厨房的连通处，有水源。汪！宇哥，这边3楼那边有个洞。我冲着夹角狂吠，恰好一队带着拉布拉多搜救犬的专业对进，那条拉布拉多闻了闻，摇了摇头，走了。那土狗乱叫什么？那边搜过了，没反应。救援队员不耐烦，黑风从来不乱叫。宇哥却坚定地爬上来，用铁敲敲水泥板。有人吗？听到请敲3下。死寂。救援队员摇头，看吧，浪费时间，黄金救援时间很宝贵。突然咚咚咚，极其微弱的3声敲击从深处传来，那救援队员的脸僵住了。快，液压钳，这里有人。半小时后，一个年轻女人被抬出，她被卡在洗衣机与承重墙之间，虽然虚弱，还活着。担架经过时，她艰难地伸手想摸我没躲，用湿漉漉的鼻子碰了碰她的指尖。这一刻，一股从未有过的战力传遍全身，比咬死野猪王更强烈的战力，这是生命的温度。神了，这狗神了！刚才嫌弃我们的队长跑过来，语无伦次。拉布拉多都没闻出来，因为风向不对，气味被压住了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宇哥给我喂水，擦了擦汗，露出几天来第一个笑容。因为他懂人事。接下来10几个小时，我成了废墟上的明星。我不傻跑，每到一处先观察结构，推测可能空间，然后再去问。这种人脑加狗鼻的降维打击，效率高的吓人。不到1天，我们协助定位了7个幸存者。我的4只爪子已经磨烂了，鲜血淋漓，石膏也早就碎了，伤腿疼得钻心。但我停不下来，每救出一个人，就感觉自己的灵魂更有价值一些。夜深了，余震再次袭来，轰隆隆，大地颤抖。当挖开的一条通道瞬间又塌。撤退，所有人员和犬只撤到安全地带。指挥部的大喇叭在吼。宇哥抱起累瘫的坦克，吹响口哨。黑风撤！我正趴在一块预制板上喘气，听到命令，准备起身。突然，一阵风从废墟深处吹来，风里带着淡淡的奶香味和一阵极其微弱，像小猫叫的哭声。我的耳朵竖了起来，声音从这片废墟最底下传来。这是一所小学，倒塌的主教学楼像座巨大的坟墓，所有人都撤了，仪器显示这里已无生命迹象。但我听到了，我不走了。黑风回来，要塌了！宇哥在下面大喊。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对不起，队长，这次我要违抗命令了，因为那底下有个孩子。我转身不退反进，朝那个黑黝黝的深坑钻了进去。操，这傻狗！宇哥骂了一句，扔下装备，跟着我爬了上来。你们疯了，快回来！身后的呼喊被抛在脑后，眼前只有黑暗和那若有若无的哭声，牵引着我向地狱深处进发。废墟下的世界是另一个维度的幽闭，大型搜救犬进不来，人更进不来，只有我这体型能钻过脸盆大小的洞。汪！宇哥，别跟了，前面太窄。我回头低叫，宇哥卡在一块预制板后，过不来了。他把对讲机和一瓶水绑在我背带上，拍了拍我，去吧，小心点，有情况就叫。他声音在颤，他知道头顶几百吨水泥随时会落下。我继续深入，随着深入，奶香味越来越清晰，那是劣质饼干和牛奶混合的味道，也是生命的味道。妈妈，我好怕。声音很近了，我拐过弯，钻过一堆课桌椅残骸，眼前豁然开朗。相对而言，这是由2根倒塌承重柱撑起的小空间，大概有一张办公桌大小。角落里蜷缩着一个小女孩，她校服脏污，脸上全是血和灰，腿
腿被压在一根横梁下，怀里还紧抱着书包。看到我的一瞬间，他瞪大了眼睛，像看到怪物，又像看到了天使。狗狗，他虚弱的喊。我慢慢爬过去，放低姿态，然后凑到他脸边，舔掉了他眼角的泪水。闲的，汪！别怕，狗狗叔叔来救你了。我用鼻子拱了拱他的手，示意他拿我背上的水。小女孩很聪明，她颤抖着解下水，拧了好几次才拧开，仰头灌了一大口。喝完水，她眼里终于有了一丝神采。你是来带我走的吗？她摸着我的头，手还在颤抖。我点了点头，然后对着对讲机狂吠：汪汪汪！找到了，在这里！滋滋电流声后，传来宇哥激动的变调的吼声。黑风，是不是找到了？收到请叫一声。汪！好样的小子，保持位置别动，我们马上定点挖掘，别怕，坚持住。接下来2小时是最难熬的，头顶传来叮叮当当的挖掘声，是希望也是催命符，因为每一次震动都可能导致2次坍塌。小女孩很害怕，身体一直在抖。我趴在她身边，用我的体温温暖着她冰冷的身体，还把下巴搁在她腿上，任由她抓我耳朵。狗狗，你说我会死吗？她突然问。我还没写完作业呢。我心里一酸，傻孩子，都这时候了还想作业。我用脑袋蹭了蹭她的脸，嘴里发出那种只有哄小狗才会用的温柔哼哼声。忽然，大地剧烈晃动，余震比之前都猛，头顶那根承重柱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嘎吱声，大量碎石像下冰雹一样砸下。我本能想跳开，这是求生本能，但我没动，因为我看见一块篮球大的水泥块正对着小女孩的脑袋砸下来，她是躲不开的，我也没法推开她。在这0.01秒里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身体却做出了唯一选择。我猛地窜起，用穿着轮胎铠甲的后背硬生生接住了那块石头，咚一声闷响，我的脊椎像被大锤猛打，剧痛瞬间让我眼前发黑，一口腥甜的血涌上喉咙。黑风！对讲机里宇哥尖叫。狗狗！小女孩哭喊着抱住我，我瘫软在地，四肢抽搐，真疼，比被独眼猪王咬那一口还疼，但我还能动。我晃了晃脑袋，还好没砸傻，铠甲救了我一命，但冲击力估计又让我断了2根骨头。汪！没事，死不了。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余震过去，那块石头滚到一边，下一秒，头顶光线突然亮起，通了，洞口打开，刺眼的手电光照进来，几张满是灰尘和泪水的脸出现在洞口。快，先救孩子！液压钳撑开压在小女孩腿上的横梁，几个消防员跳下来，小心的把她抱了出去。被吊上去时，小女孩死死抓着我的前爪不放。狗狗救了我，她流血了，先救她。她哭得撕心裂肺。放心，我们一定救她。小女孩被送出去了，接下来轮到我。宇哥亲自跳下来，这个7尺高的汉子看到我趴在地上口鼻流血，眼泪唰的流下来。他没用担架，而是脱下做驯服，小心的把我包起来，像抱婴儿一样抱在怀里。老伙计，你傻不傻？他声音哽咽。那是石头啊，你当你是铁做的吗？我无力的靠在他胸口，听着他剧烈的心跳。我傻吗？也许吧。如果是前世的贺强，肯定会算风险回报率，然后觉得不值得。但我是黑风，我的职责就是守护。从废墟里出来时，外面已是清晨，第一缕阳光穿透尘埃，照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。周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混杂着哭声和叫好声。敬礼！不知谁喊了一声，那一排排穿着制服的人类齐刷刷举起右手，向我一条浑身是血、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土狗致以最高的敬意。接下来，宇哥抱着我走向救护车。宇哥，我在心里说，我想吃红烧肉了，要肥一点的。虽然我说不出来，但我知道他懂。回去给你炖肘子，整只的。他把脸贴在我额头上。救护车门关上，我闭上眼睛，沉沉睡去。这一次没有噩梦，只有那小女孩获救时亮晶晶的眼睛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。真好，这狗生真他妈值了。这辈子做狗，我总结出一条真理：出名要趁早，但退休要趁好。地震救援后，黑风彻底红了，是根正苗红的那种红。当我打着石膏，坐着特制狗轮椅被推上表彰大会主席台时，台下是领导、首长和无数闪光灯。鉴于搜救犬黑风的英勇表现，特授予功勋犬称号暨集体1等功，颁发终身荣誉勋章。掌声如雷。宇哥穿着星座驯服，胸带大红花，笑得像个傻子，推我的手在抖。黑风，看镜头，笑一个。他低声说。我翻了个白眼。这勋章死沉，纯金的吧？能折现买排骨吗？那个想花30万买我的富婆也来。作为爱心企业的捐赠代表，他在后台看见我时，眼神复杂，讪讪道：这狗确实有灵性，我那30万给少了。我冲他喷了口鼻息。大姐，这不仅仅是钱的事儿，这是境界。带着一身荣耀和伤，我们回村了。现在的护农队基地鸟枪换炮，新犬舍带地暖，训练场铺了草皮，还有恒温泳池做康复。老吴走路带风，腰挂一串钥匙，见人就吹。看见没？那泳池专给黑风泡澡的，黄粱带雨。但我没飘，我知道英雄最难的是回归平淡。我身体大不如前，那次砸伤留下后遗症，脊椎不能再剧烈运动，阴雨天半个身子是麻的。医生说黑风该退休了，好好养老，还能活个10来岁。退休，我欣然接受。每天早上我不在5点跑操，我趴在落地窗前的软垫上，看窗外坦克带着一群新来的小狗崽子在泥地里打滚。坦克现在是教官了，他学我当年的样子，对菜鸟怒吼，教他们扑咬配合，偶尔有刺头不听话，坦克会下意识回头看我，只要我抬一下眼皮，喉咙里发出的一声，刺头立马老实。这就是江湖地位。哥虽然不在江湖，但江湖全是哥的传说。日子平淡惬意，直到第2年春天，宇哥不对劲，这糙汉子开始
始喷廉价捕龙水，混着烟味，比野猪狐臭还上头。而且他开始频繁地对着手机傻笑，有时候还躲在厕所发语音，语气温柔的让我起鸡皮疙瘩。哎呀，不用，我不累，你也早点睡，多喝热水。我趴在厕所门口偷听，心里叹气，完了，老光棍动春心了。对象是小刘，那个女记者。自打我成了网红，她就常往基地跑，跟踪暴力，眼神全粘在宇哥身上。后来宇哥去见家长，带上了我，这招绝了。未来岳父是老军迷，一看到我脖子上的功勋章和满身伤疤，眼睛直了。这狗就是那个救了小女孩的黑风。是。宇哥立正敬礼。好样的。老头子一拍大腿，能把狗带成这样的兵，人品差不了。这婚事我准了。我深藏功与名，趴在他拖鞋上接受抚摸。我这招牌不仅能护农，还能护姻缘。半年后，护农队基地张灯结彩，宇哥和小刘的婚礼就在训练场上办。他说这里是家，我们是家人。草坪摆满鲜花气球，而我黑风是伴郎。老吴给我订了套黑色小西装，打了红色领结。坦克他们洗刷干净，脖子系红绸带，分列两旁当仪仗队，几十条猎犬列队，气势比皇家卫队还足。婚礼进行曲响起，宇哥穿着礼服走路微瘸，但腰杆笔直。新娘子很美，笑靥如花。交换戒指环节，司仪高喊请伴郎呈上婚戒。全场目光聚焦我背上小枕头放着2枚戒指。我迈着稳健步伐，一步一步走向舞台中央，腿很疼，但我走得很慢很稳。我要把这份幸福稳稳送到宇哥手里。走到他面前，我停下坐下仰头，宇哥蹲下，眼眶红了。老伙计，他声音哽咽，谢谢。他取下戒指，亲吻我额头，全场掌声雷动，有人偷偷抹泪。别哭啊，傻帽，今天好日子，赶紧亲新娘子。我叫了一声，打破煽情。宇哥破涕为笑，给新娘戴上戒指。旁边坦克按捺不住，一直盯着旁边桌上的多层蛋糕。趁大家鼓掌，他悄咪咪伸出舌头，啪！我一爪子拍在他大脑袋上。坦克委屈缩头，懂不懂规矩？那是给人吃的，咱们的在厨房。老吴准备了全猪宴，婚礼在欢声笑语中结束。那晚大家都醉了，宇哥抱着我坐在草地上看星星。黑风，你说下辈子咱们还能做兄弟吗？我靠在他怀里，听他的心跳。下辈子别了吧，下辈子我想做熊猫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还没人敢打我。你嘛，就做饲养员，天天给我剥竹子。时光飞逝，又5年过去，我10岁了，是条老狗，牙齿掉了2颗，胡子全白，眼睛有点白内障，看东西模糊，但我依然是基地的王。每天午后，我趴在那棵老槐树下晒太阳。这树是我刚来时宇哥种的，现已亭亭如盖。不远处，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在风中摇曳，沙沙作响，是丰收的声音。再也没有野猪敢来，独眼猪王成了传说。村里老人说，这片山有神犬护着，邪祟不侵。我眯着眼，感受阳光暖意。有时我梦见前世，梦见那个在格子间敲代码、焦虑失眠、为几千块奖金勾心斗角的贺强。他活得真累，像只被线牵着的木偶，是人却活得像条狗。而现在的我是条狗，却活出了人的尊严。我有名字，有战友，有功勋，有家。我没买房买车，但我守住一方水桶，救过人命，成全一段姻缘，值了。爷爷，黑风爷爷。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打断我思绪。小胖墩跌跌撞撞跑来，手里拿着飞盘，是宇哥的儿子壮壮。黑风爷爷陪我玩。壮壮把飞盘扔出去，飞盘飞得不远，歪扭落在草地上。要是以前，我肯定凌空飞跃接住，现在我只懒洋洋站起，抖抖毛，慢吞吞走过去叼起飞盘，又慢吞吞走回放他手里。自己玩去，爷爷老了，腰不行。壮壮咯咯笑，抱住我脖子，把脸埋我毛里。黑风爷爷身上香香的，全是太阳味道。宇哥和小刘站在不远处，脸上挂着恬静的笑。老吴端着保温杯，依然絮叨。今晚给黑风弄点软乎的鸡肝粥吧，他牙口不好了。我趴回软垫，长长舒了口气，视线开始模糊，阳光更刺眼。我想睡一会儿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到殡仪馆门口那个穿西装的胖老板，那辆迈巴赫，还有那泡尿。如果那时有人问我，贺强，给你重来的机会，你想做人还是做狗？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回答，做人太累，做条好狗挺好。我闭上眼睛，嘴角带一丝笑，沉入那个永远温暖、没有疼痛，只有满山野花香的梦乡。